郑华看向凤晴，说道：“阿晴，你大哥既然来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最近你妈心情不好，也没有回公司，不管家里的事，你估计也累得慌，回去休息休息吧。”郑一帆也说道：“是呀，阿晴，大哥在这里陪着爸就行，你回去吧。”凤晴也不想再留在这里，她跟亲爸本来就没有父女感情呀，要不是她真的是郑华的亲生女儿，她就连见都不想见这个老男人一眼。大哥，那我先回去，有什么事再打电话给我。知道了，路上开车小心点。郑一帆叮嘱了一句，便送着凤晴和方瑶出去。等两个人走远了，郑一帆才扭身往回走，对父亲说道：“爸，凤晴和方先生都走了。”郑华说道：“过2分钟你再去看看，确定他们不会折回来再说。”听父亲这样说，郑一帆就知道父亲想问他凤若的事，他嗯了一声。隔了几分钟，郑一帆出去，在病房附近都转悠了一圈，确定了凤晴和方瑶都离开了，他才往病房而回。爸，他们真的走了。郑一帆推开门进入病房，对父亲说道：“哎，爸，你的身体怎么样啦？我妈怎么你了？”郑一帆在病床前坐下来，我妈也不让我们过多的打听你的情况，我们只知道爸是受了伤，伤得多重都不知道。他上下打量着父亲，没看出父亲哪里有伤呀，四肢健全，脸上的巴掌印早就看不见，就是精神状态差一点。郑华没有告诉儿子他已经成了个太监，他只是说到爸就是受了点内伤，住了几天院，恢复的还行，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。你妈当时是气得很了，才会对爸下了狠手。爸受伤后，你妈又后悔又心疼的把爸送到医院来，亲自照顾，不想让你们太难过的。反正呢，爸现在没有大碍的了。郑一帆放下心来，爸没事就好，爸以后可不要再做出对不起我妈的事。我妈是什么脾性的人，爸比我们都清楚，不要去挑衅我妈。我妈生气的时候，就连我们这些亲生儿子，她都能痛下杀手的。郑一帆一直知道母亲是个心狠手辣的人。郑华老脸红了红后说道：“知道了，爸以后都不会再出轨。这一次你妈原谅了爸，爸以后就守着你妈过余生吧。就是爸都当爷爷了，还因为桃色新闻闹得满城风雨的，太难看了。你的孙儿女都受到一点影响，说在学校里会被同学笑话。”郑华脸色难看，那沉默了片刻后，他问阿若怎么样了。我和阿若的事，组里的人是不是都知道了？郑一帆说道：“应该没有吧，反正组里没有人在谈论，妈和凤晴都封锁了那件事的，不允许知情人吐露半句。若是有人知道，肯定是海玲和乔少等人说出去的。那晚海玲和乔少都在场，哪怕他们俩没有上楼，但是战浩宇上楼去看了，战浩宇看到了肯定会将那件事告诉他们。郑华，海玲是你大姨的后人，她回来就是为了夺回家主之位，她肯定会说出去，让我们凤氏丢脸的，也是少了一个竞争对手。阿若虽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但她打小在我们家里长大，2年之前我们都不知道阿若不是我们家亲生的。20几年的感情放在那里，你妈说不定会让她上位的呢。如今这样子，阿若是彻底没有机会的了。郑一帆就说道：“爸，我兄弟几个还有机会吗？那自从我们出轨被发现后呢，妈更加的重用凤晴。如今凤晴在方先生的帮助下，已经站稳了脚，我们在公司里越来越边缘化。凤晴跟我们不好，她心里从来没有我这个大哥。我承认，我也没有她那个妹妹。真的让她成了家主，我们都不会好过的。”郑华默了默后说道：“她成为家主好过海玲吧？海玲是你大姨的后人，大家又都说你大姨是被你妈害死的。海玲过来既是想夺位，也是调查真相的，想替她外婆报仇。凤晴毕竟是你们的亲妹妹，她再狠，只要你们不犯下大错，都能活着的。”郑华叹口气，凤氏家族就是这样的家规，传女不传男，
你们投胎到你妈的肚子里，成为凤家的少爷，那是你们的命了。凤若怎么样了？郑华再一次问着儿子。被我妈赶出了凤家，我妈说了，从之后，凤若不再是我们凤家的人。凤若除了能带走几套衣服，其他东西都不能带走。妈说，凤若曾经拥有的一切都是凤家给的，她既然不是凤家的女儿，自然不能再享受凤家的福利。我本来想收留阿若的，谁知道被人拍到了阿若住在我的私人别墅里，将相片寄给我老婆，然后我老婆跑去赶走了阿若，又抬出妈来压我们，我也不敢再去打听阿若的下落。郑一帆又说道，我猜测寄相片的人就是海玲，他背后有战家、陆家和商家，在江城这边又傍上了乔家。乔家在江城的地位举足轻重的，乔家那个大少爷不是个女人吗？阿若爱他爱得死去活来的，结果是个女人。乔少真的是女人吗？知道乔涵是个女子时，郑华首先就是心疼凤若。凤若有多喜欢乔涵，他知道，特别是凤若身份被曝光后，凤若更想抓住乔涵，想嫁入乔家当大少奶奶，这样她就可以一直留在江城的上流社会这个圈子里，并且成为真正的豪门贵妇人。乔大少奶奶比凤家少主更有吸引力，说是谁知道是不是？现在乔少依旧是男人装扮，大家对他的称呼也没有改变，依旧叫他乔少。哎，郑华叹了口气，说道一番，你让人悄悄去打听一下阿若的下落，给他一笔钱，让他远走高飞吧，要不就回他亲妈那里去，不要再留在江城了。你妈不会放过他的，还有凤晴也不会让他好过的呀。凤晴就是你妈的翻版，心狠手辣。郑一帆连连点头。爸，那如果阿若不肯离开怎么办啊？当了将近30年的兄妹，凤若什么性子，郑一帆也是清楚的。他觉得凤若不会离开的，他还奢望着母亲能原谅他呢。那再者呢，他现在没有了收入来源，就让他离开江城，他怎么生活啊？是凤若可以自己找份工作养活自己，但凤若养尊处优惯了，养成了高傲的性子，他很难放得下身份去给别人打工。郑华默了默后说道，尽量劝他离开，不要再留在江城。好吧，我让人找一下他，找到他了，就偷偷的给他一笔钱，让他离开。爸，你睡会儿，我也犯困，在这里打个盹吧。郑一帆说道。你去外面的沙发上睡一睡吧。郑华还是心疼儿子的，听儿子说犯困，看儿子也是满脸的疲倦，便让儿子去客厅里的沙发上躺一躺。他自己也梦周公去。管城，下午3点半，海童对沈小军说道，小军，我去幼儿园接洋洋。沈小军嗯着，去吧，接到洋洋就回家，不用过来了，这里有他们帮忙就能应付得过来。他不想让好友跑来跑去。海童也不跟他客气，我接到洋洋就带他去我大姨家里，就顺便看看宝宝。洋洋很喜欢看小宝宝，每次看过了小宝宝都问他肚里的小宝宝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和他玩。还说他的很多玩具都要送给小宝宝玩的。海童带着2名保镖离开了书店。离开前，沈小军跟他说，让他明天有空就去公司，不用来书店了。2人分开着打理他们的事业，就免得什么事都压在商小飞身上。商小飞是毫无怨言，但他和君然处于热恋阶段，他们俩要分担点工作，让商小飞有时间和君然约会。半个小时后啦，海童到了幼儿园，幼儿园门口停了很多车辆。海童在管城属于名人了，他低调点，让保镖将车子停得远一点，然后他自己步行着去接洋洋。2名保镖不放心，还是跟着他走到了幼儿园门口，跟他保持着3-4米远的距离。虽说呢，现在没有多少人敢对海童不利，保镖们还是不敢掉以轻心。
大少奶奶肚里可是揣着小小少爷呢。海童将接送卡交给了老师，便等着老师送洋洋出来。咦，你不是管城中学门口那家书店的老板吗？你也来接孩子？哎，你的孩子都上幼儿园了。有点熟悉的声音在海童的旁边响起。海童偏头看向对方，发现是那个身形跟宁思琪特别像的少妇。宁思琪冲着海童笑，海童也笑了笑，答道：我是帮我姐姐接孩子。我外甥，你是来接你小姑子吧？他记得这个少妇第一次去他书店里买资料，说是帮小叔子买的资料书，也提到了他的小姑子才上幼儿园。宁思琪笑手：是的，我跟我小姑子感情特别好。我公婆忙于生意，我老公也是，只有我闲在家里，很自然的就接过了照顾我小姑子的任务。我小姑子就喜欢黏着我了，跟我亲过啊，跟我婆婆，所以她每天都要我接送她上幼儿园，不要司机和保姆接送她。宁思琪发觉自己编故事编得越来越顺溜了，反正她只需要出现在这里，偶遇海童就行，又不用真的接一个孩子离开。海童说到小孩子是这样的，谁带他，他就跟谁亲。我外甥跟我也很亲，我姐出差不在家，他都不会哭闹找妈。就是我小姑子也是。宁思琪就很有耐心地和海童谈论着带娃的问题。海童婚前就帮着姐姐的忙，照顾着外甥，有带娃经验，现在自己又怀着身孕，母爱泛滥。那对于孩子这个话题，他滔滔不绝的。两个人聊得还挺投机的呢。看到老师牵着洋洋出来了，宁思琪抓紧机会对海童说道：老板，哎，我们能不能互加微信？以后我小叔子需要什么资料，我直接在你书店里买就行了，不用到处跑帮他找资料。海童没有答应，只是说道：我的书店就在那里，不会换地方。你小叔子需要买什么资料，你过去买便是。宁思琪见他不答应互留微信，心里不爽，却死命的忍着不爽，笑着也行，那以后有需要我就过去看看。对了，我夫家姓龙的不是管城本地人，不过我夫家的生意遍布全国，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有房子。我婆婆喜欢管城，才会在管城定居。海童和沈小军是好友，沈小军又是苏南的老婆，而苏南是苏家的人，就站印需要查什么都是让苏南去查的。宁思琪担心海童会让苏家查龙家的事，故而编了个谎言，说龙家只在管城定居，并不是管城人，平时也很低调，鲜少会出席宴会等活动，以至于很多人都不认识他们龙家人。书店老板，你夫家是啊？宁思琪装着不知道海童是战家大少奶奶。海童答道：我夫家姓战。龙太太，我外甥出来了，我先走。战太太再见。小姨。洋洋朝海童跑过来，海童上前几步牵起了他的手，笑着：别跑那么快，小姨又不会撇下你走了，慢慢走出来都可以了。跟老师说再见啊。洋洋扭头向老师挥手说再见，拉着海童的手蹦蹦跳跳的走，同时又跟海童说着幼儿园里的趣事。就两个人经过宁思琪身边的时候，宁思琪笑着向姨甥俩挥挥手。海童也对宁思琪说了声再见，带着洋洋走向他的车子。小姨，那位阿姨是谁啊？洋洋好奇地问着。龙太太去过小姨书店里买书的，她家里有小朋友跟你在同一所幼儿园。洋洋哦了一声，随即他问小姨：陆叔叔没有来接我吗？你陆叔叔下午没空，要见客谈生意，小姨就来接你了。怎么呀，就不喜欢看到小姨？海童故意逗着小家伙，这么快就有了陆叔叔不要小姨了吗？洋洋连忙否认，才不是呢，就是经常都是陆叔叔来接我，忽然换成了小姨，我才会好奇地问一句的。他是越来越喜欢陆叔叔，不过陆叔叔还是无法超越小姨在他心里的地位的，要不
小姨带你去陆叔叔的公司，你在公司里陪着陆叔叔。小姨去你姨婆家里看小宝宝。海童逗着洋洋，洋洋立即拒绝了。我要跟着小姨去姨婆家里看小宝宝。很快，他又问小姨，小宝宝什么时候才能陪我玩？每次去姨婆家里看他，他都是在睡觉，要不就是在哭。哭的时候我都哄不住他，他为什么老在哭呀？海童牵着他走到车子前，保镖拉开了车门，他抱着洋洋上了车，坐下后才达到小宝宝是这样子的。他还不会说话，饿了、拉了、渴了都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，只能哭了。他一哭，大人就会关注他，找他哭闹的原因。你小时候也是那样的，像小宝宝那么大时，你比小宝宝还要难带呢。海童轻捏了洋洋的小脸一下，你以为你一出生就有现在这么大个了吗？你也是从一点点长大的。洋洋一副很好奇的样子。我小时候也那样吗？我都不记得了。小姨，为什么我小时候的事，我现在都想不起来呢？小宝宝的记性是很差的，过了10年8年，你现在经历过的事，你可能都会忘得一干二净的。海童拿过了洋洋的小书包，打开了书包，翻看了一下今天发回来的书本。洋洋现在才3岁半，上的小班，老师会教他们读一下书，不过主要还是以玩乐为主，每天会发回一本书让小朋友们看，但还没有写字呢。洋洋会写阿拉伯数字了，也会认些字，都是海玲姐妹俩教他的。由于他周末还要去武馆上课练武，海玲便想等他再大一点了，给他安排其他兴趣班。现在的小朋友啊，哪个不会点才艺？海玲不能让儿子落后于别人。今天发回来的是快乐字宝宝呀，洋洋会读吗？洋洋自信的点头，我都会读。其他小朋友是背书，其实还认不得那些字，但他认得很多字了。洋洋为了证明自己会读，从海童的手里拿过了书本，翻开书本就认真的读了起来。读了一页后，他向海童提要求，小姨，你帮我拍照吗？拍下来发给我妈妈看，让我妈妈知我很听话，很聪明的。海童笑道，好呀。他拿出手机，点开了照相功能，选择了录像，对洋洋说道，可以了，你开始读书，小姨帮你拍视频发给你妈妈看。洋洋又认真的读书，车上只有他朗朗读书声，司机连音乐都关了。等海玲录好了，他笑道，可以了。录好后，洋洋还要求看一遍，觉得自己的状态很好，这才让海童发给妈妈看。海玲很快便打了视频电话过来，洋洋妈妈打电话过来了。海童接了视频通话，叫了一声姐姐后，便将手机给了洋洋。洋洋抱着手机，很开心地叫着妈妈，跟妈妈说了很多话。说着说着，他却扁起嘴，红着眼睛，委屈地问道，妈妈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很想你。妈妈没那么快回去，不过你陆叔叔周末会过来，他带你一起过来。洋洋听话，别哭了哈，过2天就能看到妈妈了。海童也抱起了小家伙，让小家伙坐在自己的大腿上，并抽来了纸巾帮小家伙擦拭着泪水。平时看着洋洋总是无忧无虑的，毕竟是个3岁多的孩子，还是离不得妈妈的。海玲去了江城，就算有海童夫妻俩照顾他，陆东明也经常陪伴他。他只要闲时就会想起妈妈，就跟妈妈通电话后特别的想妈妈。真的吗？那我不哭了。妈妈，我和陆叔叔过去会打扰到你工作吗？洋洋是真的想妈妈，却也知道妈妈很忙，他担心自己过去会打扰到妈妈工作。海玲温声说道，没事，你是周末过来，妈妈周末也休息的，就算不休息，妈妈也要陪你。她也很想儿子，只是她在江城的事未了，暂时还不能回管城。也有可能她以后都会留在江城生活。若是那样，
他决定将洋洋转到江城上学，这样母子俩便不用被分开。在管城，妹妹夫妻俩是很尽心尽力帮他带娃，但妹妹很快也有自己的娃，他就不想让妹妹太累。洋洋很快便因转情了，又乐呵呵地跟妈妈说着在幼儿园里的趣事，有些事他反复说了几次。海玲耐心地听着他说。到了商家，洋洋才恋恋不舍地结束了和妈妈的通话，海童都没有和姐姐说上2句话。想到很快就能跟妈妈团聚，洋洋很开心。下车时看到迎出来的商太太，他撒腿就朝商太太跑过去，边跑边开心地叫喊着：“姨婆，我来看您了。”商太太笑着上前一把捞抱起他，就在他两边脸上连亲了好几口。有2天没有看到洋洋，姨婆可想洋洋了。洋洋搂抱住商太太的脖子，我也很想姨婆，也想小宝宝。商太太笑到小弟弟刚才笑了一下，可能是知道洋洋来看他了，所以高兴地笑起来。洋洋以为小宝宝真的是因为他过来笑的。姨婆是真的吗？小弟弟肯定很喜欢我的，我也很喜欢小弟弟，就是我每次过来，小弟弟不是在睡就是在哭，都不跟我玩的。小弟弟还没有长大，等他长大一点了就能和洋洋玩了，到时候洋洋可不要嫌弟弟小，洋洋保证得到我不会的，我会关心疼爱弟弟，保护弟弟，就不让任何人欺负弟弟的。姨婆，我会功夫，我要认真练功，将来才能保护我妈妈还有小姨和小弟弟。在洋洋的心里，妈妈和小姨是最重要的，那他长大后呢，首先要保护的就是妈妈和小姨。商太太故意逗着他，洋洋不保护姨婆吗？洋洋看着商太太，明亮的眼睛一闪一闪的。他说道：姨婆不需要我保护，姨婆有很多人保护呀。商太太笑，轻捏一下他的小脸，鬼精灵。洋洋有点不好意思的搂抱住商太太的脖子，头埋靠在商太太的肩膀上。海童提着他的小书包走过来，大姨。海童笑着叫了商太太一声。商太太点头，问道：今天你去接的洋洋？东明哥下午很忙，我反正现在是半工作半休息的状态，有时间便是我去接洋洋了。说着，海童伸手过去想抱下洋洋，嘴上说到洋洋下来自己走了，别让姨婆抱着。商太太连忙说道：没事儿，我抱他进去。洋洋是长大了些，但还是个小孩子，也没有多宠，抱一会儿累不着我。不过洋洋还是听话的，从商太太的怀里滑落在地上，又扬起小脸说道：我不想累着姨婆，妈妈和小姨都说过，姨婆年纪大了，属于老人家，让她要体贴姨婆的，不能老让姨婆抱着她。商太太摸摸洋洋的头，笑道：洋洋这张嘴太讨人喜欢了，姨婆，我除了这张嘴，其他就不讨人喜欢了吗？商太太笑得更欢，都讨人喜欢，洋洋整个人都讨人喜欢。海童也笑道：洋洋有时候说话老气横秋的，有时候又天真无邪可爱得很。商太太牵着洋洋招呼着海童往里走，边走边说道：咱们洋洋是个很聪明的孩子，但还是小孩子，难免会有调皮的时候，要是他整天安安静静的坐着，那我们还要担心他有什么问题呢？你家那位小时候就是不怎么合群的，虽然有礼貌，但话不多，表情严肃，眼神冰冷到不像一个孩子。那时候我就和你姨丈说，战印这个孩子长大后肯定是个人冷心狠的人。商家与战家以前虽是死对头，但同样生活在管城里，彼此间都会关注着对方。战家的孩子一般要满20岁之后，准备进入商界了，才会有老太太或者他们的父母带着出席商界宴会，等于是借着宴会之机将他们推到大众的眼前。那样呢，管城商界的人才知道战家某位少爷叫什么名字，长什么样。在此之前，外界的人对战家少爷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无所知的。由于商无痕和战印差不多的年纪，
他们小时候上学同在一所学校。商太太又是个厉害的，比别人先一步见过战印，知道战印这个人。海童说到他现在还是那样的性子，也就在我们面前温和点，话多一点了。还记得刚领证结婚时，他就是人冷话不多，又特别爱生气，动不动就跟他冷战。那会儿他还没有爱上他，他喜欢冷战就冷战呗，他不觉得自己有错就不会向他低头。商太太笑道，战印现在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。进了屋里，商太太亲自去给洋洋拿了很多好吃的零食过来，对洋洋说道，这些都是你表姨尝过，觉得好吃就买了放在家里，你表姨说等你过来了一定要拿出来给你尝尝。洋洋很给面子，当即就尝了一样，然后对海童说道，小姨，表姨不骗小孩子，是真的很好吃，那是你表姨那张嘴很会吃的，跟她一样。那她是个吃货，结交的朋友也是吃货。大姨，我上楼去看看表嫂和宝宝，宝宝估计又睡了。那商太太说着还是带着两人上楼去啊。蓝鲸母子俩都睡了。海童见状便拉住了外甥，也阻止了商太太进去。他小声说道，大姨，让表嫂睡吧，我们别打扰她。商太太轻轻的点头，轻轻的关上了房门。洋洋有点小失望，他还想陪小弟弟玩一会儿的呢。回到1楼的沙发上坐下来，洋洋吃了点零食，便在大厅里自己玩。商家也有些玩具是他平时过来，商小飞买给他，他并没有带回家的。现在玩具更多了，很多是新买的，应该是给小弟弟准备的吧。洋洋先玩上了。大姨，我向你打听个人啊。商太太望着外甥女，颇是好奇你要打听谁，需要跟大姨打听，跟战印说一声，还有什么不知道的？海童笑道，打听一个女人，战印不关注其他女人，跟他打听，他还得费心费力去调查。商太太了然的笑，也是，战印对你的感情特别专一，见到你现在这么幸福，希望君然和小飞以后也像你们一样幸福。这儿子的生活他不担心，儿子是留在他身边的，女儿却是嫁出去，还是远嫁。就君然现在对商小飞好的没话说，就为了商小飞连上门都愿意，更是早早买下了商家隔壁的那栋大别墅，打算以后常住管城，让商小飞回娘家之路近得不能再近了。人生路那么长，以后会不会有什么变化，这却是谁都无法保证的。大姨，你就放120个心吧，君然绝对会宠着小飞一辈子的，他和小飞好不容易才得到你允许，他珍惜得很。再说了，咱们小飞是什么性子的人，君然但凡有一点变心了，他都能挥剑断情丝，他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。君然对他也很了解，知道他一旦有二心，就会失去商小飞。哇，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，他不会的。君家的家风也不允许君然有二心。大姨，你都说家风很重要，好家风养好男儿，放心吧。商太太笑道，好好好，听你的。大姨不担心了，人各有命，那命中如此的话，谁也改变不了。不过我相信我家小飞是个好命的，算命的都说他一辈子都幸福快乐，老了皇儿孙满堂皆孝顺，就是咱们家小飞绝对是个好命的。反正我不担心君然会对小飞不好，反而担心小飞忙于工作时冷落了君然呢。等我生了娃，我就接管公司所有事情，让小飞和君然好好的出国度蜜月去。商小飞坚持要等他和沈小军生了娃再和君然办婚礼，一是姐妹情，二是商小飞婚礼后要出门度蜜月，他和沈小军大着肚的话不好打理公司事务。等他和沈小军生了娃，商小飞就没什么担心的了。彤彤，你刚刚说你想打听谁？只要是管城上流社会圈子里的女人，就你说出个姓名来，
大姨都知道他。海童说道，他说他夫家姓龙，是个很年轻的少妇，大概也就20出头左右，估计是刚结婚不久吧。商太太想了好一会儿后，答道，我在管城生活了几10年，从嫁了你一丈开始步入了上流社会这个圈子，认识的太太和千金无数，就还真没有听到过龙太太。海童说道，他说他夫家不是管城人，只不过在管城定居，生意也大都在外地，还说他夫家非常低调，可能很少会出席宴会吧。商太太说道，在低调要做生意的人，都会有交际的，不是管城人，但在管城定居了，总会和人打交道的。大姨还真没有听过龙家人呢，可能他们还没有达到豪门这个高度，跟咱们不是一个圈子吧。彤彤，你打听这个人做什么？他有什么不妥吗？海童将认识龙太太的过程告诉了商太太，又说道，我每次看到他都有一股熟悉感，觉得她的身形像您家二小姐。云初也说那个龙太太很像宁思琪，云初跟宁思琪做了20几年的姐妹，她对宁思琪最为熟悉。她说龙太太不仅身形像，连声音都像宁思琪的，但是那龙太太又不是宁思琪，因为宁思琪还经常因为没钱去找云初闹要钱，前2天还跑到我婆家去找我二婶要钱呢。商太太说道，身形相似，声音像的也不是没有，面容不像吧？那宁思琪既然还会出现，就说明她没有去整形，就算整形也要一段时间才能出来见人。那龙太太谈吐举止怎么样？看着温和大方，说话带笑，但我总觉得她有点不自然，仔细挑毛病又挑不出来。商太太说道，不过是见了几次面的人，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，不用花心思去猜测她。我在亲朋好友帮你打听打听龙太太这个人。海童笑了笑，我也不想花心思去猜测她是什么人，就是总觉得有点不对劲，总会将她和宁思琪重叠在一起。哪怕她不是宁思琪，若是知道她的底细，确定她和宁思琪是2个人更好一点。宁思琪恨毒了云初，对我也充满了仇恨，若是她分演2个角色接近我和云初，做点什么事，我们岂不是措手不及？商太太好笑的道，你是谨慎过头了。宁二小姐年纪轻轻被父母宠坏了，如今没有父母庇护着，她连云初都斗不过，怎么对付你啊？一个人分演2个角色，也要有人在背后给她当靠山，要演得像才行呀。她的脸长得不像宁二小姐，整形可以否定，化妆还是戴个人皮面具啊。说到这里，姨甥俩都不说话了。商太太毕竟见多识广，她很快又说到，人的直觉有时候是很准的，有时候一点细微的动作或者事情，在你心头绕来绕去的，说明肯定有问题。刚才大姨都没有想到人皮面具，有一种人皮面具粘上去，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容颜，看上去像真的一样，让人真假难辨。海童想了想，说道，我跟宁思琪结了梁子，他这个人嚣张冲动，不知天高地厚，没有那么好的计谋能想到换一张脸的。况且龙太太出现时是坐豪车，那带着2名保镖，一身名牌，如果龙太太是宁思琪变脸眼的角色，那是谁在背后给她出谋策划呢？我不想沾战印的光，但我是他老婆，不想沾光也要沾他的光。以我现在的身份，管城还真没有几个人敢针对我的。商太太问，龙太太和宁二小姐同时出现过吗？那倒没有。啊，你认识的人当中有人姓龙的吗？海童本能的摇头，没有。哦，有，不过是小孩子，穆晴的养子龙庭，他就姓龙，但他还是个小孩子。我想起来了，上次穆晴夫妻俩带着龙庭过来玩，苏南就跟战印说过，发现有个厉害的大佬出现在管城，不过很快就离开。
没有查到他来自哪里，姓什么。想到龙婷的身世，海童发挥他的想象力。大姨，你说会不会是那个人来管城一趟？就是找个人当他的棋子，在管城布局做点什么？也不对啊，他要布局，要做点什么，不应该在管城，应该去 A 市才对。如果是冲着龙庭来的，的确不应该在管城布局。还有啊，如果上次那位突然出现的厉害大佬是冲着龙庭来的，早就动手了。龙庭的仇家连君家都不放在眼里呢，只是畏惧一下程医生背后的那些世外高人。商太太不知道龙庭的身世，她也想不明白，也不将这件事放在心上，便说这海童想不明白就算了，不要费心思去想，数次见面可能都是巧合呢。若是始终要想，下次还能遇上，你干脆就跟他要个联系方式，保持着点距离来往，慢慢了解，那摸个清楚不就行了呀？不管他和宁二小姐有没有关系，相处过啊，时间长了总会露出马脚的。但是彤彤，你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保护好自己和肚里的孩子。海童点头，嗯着，大姨，我会的。龙太太总是带着保镖，我也总带着保镖出门，我也有自保的能力，最好还是让宁大小姐去找破绽。若龙太太和宁二小姐是同一个人，她的亲妹妹，她最熟悉，最容易找到破绽。云初视力还没有完全恢复，这不影响她去发现破绽呀。除非真是你和她的多心，人家根本是两个人。洋洋这个时候跑过来，扑入商太太的怀里。洋洋，怎么了？商太太一把抱起了他，关心地问着：姨婆，我想吃饭。洋洋不好意思地摸摸肚子。商太太笑道：晚餐还没有准备好呢。要不洋洋再吃些点心垫垫肚子？你看，你表姨特意为你准备的呀。表姨说她喜欢吃的，洋洋肯定也喜欢吃的。说着，商太太拿了块点心给洋洋。洋洋不接，他说道：我玩了玩具，还没有洗手，姨婆，我去洗手。商太太放他下地，让他去洗手。洋洋走开后，商太太对外甥女说道：那人不影响你的生活，别想那么多了。海童点头，嗯了一声，他也拿了块点心吃，吃了点心又吃其他零食，说到小飞那张嘴还是信得过的，这些东西真好吃。